我坐在小山板上，86只，也可能是102只鸭子围绕在我的四周。它们全力以赴地吃，全力以赴地喝，它们完全不能理会我内心的担忧。万里无云，宇宙已经没有了，天上只有一颗太阳。乌金荡的水把天上的阳光反弹回来了，照耀在我的身上。我的身上布满了水锈，水锈是黑色的，闪闪烁烁。然而这丝毫不能说明我的内心通体透亮。乌金荡里只有我，以及我的86只，也可能是102只鸭子。我承认我有点恐惧，因为我在水里，我在船上。我非常担心乌金荡的水流动起来，我担心它们向着远方不要命地呼啸。对于水，我是知道的，它们一旦流动起来了，眨眼的功夫就会变成一条滑溜溜的黄鳝，你怎么用力都抓不住它们，最后你只能看着它们远去，两手空空。一切都是世界地图闹的，可是我不打算抱怨世界地图什么，即使没有那张该死的地图，世界该是什么样，一定还是什么样。危险的确是存在的，我甚至恨起了我的父亲。人间的麻烦是如此巨大，你不问不管，你去操宇宙的那份心做什么？然而，危险在任何时候都是有诱惑力的，它使我陷入了无休无止的想象。我的思绪沿着乌金荡的水面疯狂地向前逼近，风驰电掣，一直来到了大西洋。大西洋很大，比乌金荡和大纵湖还要大。突然，海水拐了一个90度的弯，笔直地俯冲下去。这时候，你当然渴望变成一只鸟，你沿着大西洋的剖面，也就是世界的边沿，垂直而下。你看见了带鱼、梭子蟹、海豚、剑吻鲨、乌贼、海鳗，它们在大西洋的深处很自得地浮沉，它们游弋在世界的边缘，企图冲出来，可是世界的边沿挡住了它们。冲进来的鱼当的一下被反弹回去了，就像教室里的麻雀被玻璃反弹回去一样。基于此，我发现世界的边沿一定是被一种类似于玻璃的物质固定住的。这种物质像玻璃一样透明，玻璃一样密不透风。可以肯定，这种物质是冰，是冰挡住了海水的出路，是冰保持了世界的稳固格局。我拿起竹篙，一把拍在了水面上。水面上啪的一声，鸭子们伸长了脖子，拼命地向前逃窜。我要带上我的鸭子，一起到世界的边缘走一走，看一看。我把鸭子赶出乌金荡，来到了大纵湖。大纵湖一望无际，我坚信穿过大纵湖，只要再越过太平洋，我就可以抵达大西洋了。我没有能够穿越大纵湖。事实上，进入大纵湖不久，我就彻底迷失了方向。我满怀斗志，满怀激情，就是找不到方向。望着茫茫的湖水，我喘着粗气，斗志与激情一落千丈。我是第二天上午被2位社员用另外一条小舢板拖回来的。鸭子没有了，这一次不成功的探险损失惨重。它使我们第2生产队永远失去了86只，也可能是102只鸭子。2位社员没有把我交给我的父亲，直接把我交给了队长。队长伸出一只手，提起我的耳朵，把我拽到了大队部。大队书记在那儿，父亲也在那儿。父亲无比谦卑，正在给所有的人敬烟，给所有的人点烟。父亲一看见我，立即走了上来，厉声问：鸭子呢？我用力睁开眼说：掉下去了。父亲看了看队长，又看了看大队支书，大声说：掉到哪里去了？我说：掉下去了，还在往下掉。父亲仔细望着我，摸了摸我的脑门。
父亲的手很白，冰凉的。父亲掴了我一个大嘴巴，我在倒地的同时就睡着了。听村子里的人说，倒地之后，我的父亲还在我的身上踢了一脚，告诉大队支书说我有神经病。后来王家庄的人一直喊我神经病。神经病从此成了我的名字，我非常高兴，它至少说明了一点，我8岁的那一年就和我的父亲平起平坐了。